Hello， 今天是一期 Pack with me。我一般的出门只要是1周以内的行程，自己一个人出差啊，我都是能不托运尽量不托运，因为机场等行李真的是太烦了。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我的出行打包秘籍。正好呢，我下个月要去洛杉矶参加一个活动，那本期视频呢是和 Bagsmart 合作，相信大家最近应该也没少刷到他们吧，真的很好用，又好用又便宜。OK， 开始 Tip 1， 行前准备和清单规划。打包的成功呢，是从行前准备开始。首先呢，要先查天气，但不是简单就说你看一个温度就完了，一定要查一下温差。比如说洛杉矶9月白天可能28度，晚上18度，这个10度的温差呢，就告诉我需要带一个薄外套。还要看降雨的概率呢，当然了，洛杉矶你们都懂，几乎不下雨。那如果你有本地的朋友的话呢，最好可以问一下他们。天气预报毕竟只是一个数字，本地人的体感其实是更准确的。我会用 iPhone 自带的 Notes 来做清单，按类别分，衣物类、护理类、电子，最好可以具体写到数量，不是写 T 恤、牛仔裤，而是说呢，白 T 1件。黑 T 1件，内衣呢也是尽量写到，比如说内衣3件加备用1套，这样打包的时候呢就不会遗漏，也不会多带。我会大概看一下我每天的行程，可以根据这个大概的活动安排，就对应相应的要带的东西。那最后呢，我们还大概确认一下航空公司的规定，你的登机箱的尺寸啊，可以避免到机上有 surprise。OK，Tip 2， 装备的选择与空间的规划，我会根据这次行程的时长和目的来选择我的行李箱。行李箱真的不是越贵越好啊。比如说我最近用的最多的已经停产的白箱子，真的跟了我最久，也是我用的最频繁的。但是它的空间说实话不是最理想的，很多隔层已经不太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了。然后是 LV 的这个就一点都不实用，好看是真的好看啊。如果我是短途2-3天，或者是我开车出门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带它。那 Bagsmart 这个箱子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平衡。我选择的是一个蓝色和一个粉色的，就是给我的2个小朋友选择的。因为我这次回国一趟呢，我和他爸都有自己的行李箱嘛，然后小朋友就会抢着推我们的，而且他们看到别的孩子有行李箱也特别羡慕。我本着家里的东西一定要有用武之地，不然就不要进我家门的这个原则，选择这2个蓝色的给哥哥，粉色的给妹妹。那我这次出门呢也会带这个粉色的，一定是我自己真的需要，并且我以后会很长时间的用到，我才会想要合作。那收到了之后呢，我也真的是非常的惊艳，不后悔啊。我当时我记得他一激动发了好几个那个 Instagram 的 story， 就太好看了，颜色好复古好美，所以我这次就要带我女儿的粉色款。那因为它这个箱子的空间也是非常大，而且是可以扩容的。它正常的是37升的标准容量，如果你拉开这个隐藏拉链的话，就可以变成45升，就可以多出20%。建议大家去的时候尽量不要扩容，留一点空间，万一买什么东西你回程的时候你再把它变大。而且这个箱子真的很轻，就是收到了它之后，我就感受到现在箱子都已经卷成什么程度了啊！它是100%的聚碳酸酯材质，航空级别，轻但是很坚固。它的自身重量轻嘛，你就可以多装一点东西，毕竟到时候你还要把它举上去。会有这个防水收纳袋。比如说我会经常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洗头要带我自己的那个干发帽嘛，但是干发帽一般都会在我回来之前还没干，所以呢我还要找一个塑料袋去把它收纳起来。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也是 TSA 密码锁，就是所有的海关都可以打开的，是通用的。就万一碰到上飞机的时候行李架没有位置了，需要强制托运的情况下呢，那也可以锁好去托运。4档的拉杆适合不同的身高，大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我觉得小孩子也可以推，这一点是我比较看重的，尤其是妹妹比较小啊，小孩子可以骑着飞，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无语的事情，就是咱也是不懂啊，为什么小孩子就这么喜欢骑着行李箱飞呢？如果你只有一个 carry on 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一个随身包，这个随身包一定要是多功能的，而且是可以架在拉杆箱上的。虽然背着也会很轻松解放双手，但是真的放在拉杆箱上更省力。我选的这一款呢是28升的背包，虽然它不如很多人介绍的那种就是特别大的，相当于一个随身舱式的那种行李背包啊，它已经可以满足我几乎是所有的需求了，可以放电脑，可以放一些随身的护肤品啊，放一些怕压的文件，装个长袖长裤什么都已经够了。那如果你想放水杯的话，这里也是可以放下40盎司的大的水杯的。然后它电脑舱的底部呢是有一个悬空的防撞条，我的电脑是一个最大的 MacBook Pro， 是可以放进去没有问题的，整个包都是防水的，如果泼了水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可以机洗啊，关键是真的很便宜，实用性满分。我老公看到之后他就赞不绝口，他说你怎么整了个粉色的，这样我怎么用啊？粉色你也可以用啊。
然后我来说一说具体的打包的步骤吧，就是胶囊衣橱啊，胶囊衣橱在衣服的选择上，我本着4+1的原则，主要带4个颜色：黑白米牛仔蓝。这4种颜色它可以任意搭配不出错。然后呢，你可以再带一个你喜欢的亮色，它跟这以上这4个颜色搭配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这次去就是3晚4天嘛，我具体的配置就是4件上衣，白 T、黑 T。条纹背心和一个白衬衫，然后是3条夏装，黑色 legging、牛仔裤、正装裤，然后1条连衣裙，1套运动装。那这些呢，可以创造出至少12种以上的搭配。然后呢，多出的这个颜色，大家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粉色啊、绿色啊、嫩黄啊，这些配在一起都是不会出错的。那同理，如果你去5天，就是5件上衣、4件夏装、1套连衣裙、2套运动装，这样这些衣服都是可以重复搭配的。因为这个其实不是说你想好了怎么穿，到时候你就怎么穿的，就总有一些你带了的东西你碰都没碰，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衣服你就是穿了好几天啊。多功能呢也可以考虑带，比如说运动的 leggings， 既可以当打底裤，也可以单穿，也可以运动的时候穿。然后你大 T 恤也可以当睡衣啊，衬衫可以当外套啊，围巾可以当腰带啊，这些都是可以最大化的利用空间的。那说到鞋子呢，因为鞋子是最占空的，我的原则就是出门就2双鞋，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的需求，你想要带特别的鞋，那你就是2+1。但是我这次没有，我就是一个运动鞋，这个推荐了很多次的爱马仕的最强配货，它最占空、最大的也是最舒服，所以它负责走路啊、赶路啊，既舒适又百搭。那我就是上飞机的时候穿，然后呢带一双凉鞋，也是见人啊、参加活动啊、配裙子啊、裤子啊都没有问题，就是正式休闲2不误。OK 呢，然后就是压缩，压缩是非常关键的。我习惯是所有东西都用袋子装的，坚决不让任何一个东西游荡在外面，都给我进压缩袋。我之前的视频呢，其实介绍过很多次压缩袋了。那我这次呢，来用 Bagsmart 的 Blast 压缩袋来打包，我终于发现了，就是一个成系统的压缩袋，它质量非常好，颜色也很美，而且拉链很结实，关键价格还很便宜。咱们就说这个价格真的没得挑，从上往下压，体积可以减少1半，而且这种分区打包的非常提高效率，就是你一看这个袋子你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了，摆在箱子里面也整整齐齐的，就是很好看，可以降低我的皮质醇，不要刺激我的杏仁核，压力太大啊，毕竟上了年纪。它还多出来一个这个小背包啊，万一出行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拿出来挂在我儿子身上。那鞋内空间呢，其实大家也是可以利用的。当然了，就凉鞋的话，你压一压就扁了啊。可是如果你带的是那种运动鞋或者是皮鞋的话，绝对是黄金收纳区。一双鞋，首先你至少可以装3、4双袜子，还不会让鞋子变形不好看。我还看到我老公把什么充电器、数据线、皮带往里装。也是有一点味道的才华。OK， 然后来说到护肤品呢，单瓶不超过100毫升，然后总量不超过1升，因为没有托运嘛，我尽量是把我所有需要的护肤、彩妆、洗漱用品全部都放到一个洗漱包里。它这个洗漱包呢是4.5升的容量，我一定会带的。首先呢就是卸妆，能带卸妆巾呢就不要带这个卸妆液了。就这种路德清的这个小包装真的很方便，就是亚马逊上买很便宜啊，我到时候都会把链接放在上面。然后洗面奶可以带这个，既可以洗脸也可以洗全身。洗头发的话我还是会带自己的，因为酒店呢我真的是受不了啊，3、4天我头发就烂了。护肤品呢就是早 C 晚 A 带一套，防晒霜呢选择一个小瓶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精华呢我尽量就不带了，就拿一个多肽精华或者是多肽面霜就已经足够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凡士林，必须的必啊。彩妆呢我会尽量带气垫，我感觉气垫这种东西就是为了短途旅行而准备的，它还不算液体，里面连粉底带粉扑全都有了。然后呢拿一个多色的遮瑕，黑眼圈比较重啊，我必须要有遮瑕，带一个腮红盘，腮红盘比较好，啥都有啊，用手上就可以了，也不用带腮红刷了。还有一个眼影盘，啥都有了，连眉粉都有了。3个眼影刷都是双头的，相当于6个。那一个蜜粉带粉扑的这种就不需要再带蜜粉刷了，这种气垫类的真的是关键时候救命。然后呢是2个颜色的唇膏，其实一个颜色也够了啊，好吧，带2个吧，带2个开心。唇线笔1个，就是勾勒好唇形，直接涂手上唇膏就可以了。然后扔进去4、5个日抛的隐形。其实我可能会有几天是戴眼镜的啊，行了也戴着吧，万一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防水袋，可以放牙刷呀，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科学啊。这里还有一个小挂钩，就是可以放在毛巾架上，不占台面。然后是配件的空间利用，比如说电子产品的收纳，我现在都用这种伸缩式的多功能充电线了，基本上这么一个小东西就已经足够了，不用的时候一收啊，也不占
占地儿，也不占空间。首饰尽量选择一个配色，就如果你要带银色系的，就是全是银色系的；金色系的就全是金色的，这样到时候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然后是小药盒，药盒一定要带啊，保健品不能断呢，尤其是旅行的时候显得更重要了啊。我一定会带的，比如D3K2，然后磷虾油、锌和镁。如果是月经前后的话，我会带铁，还有一些 probiotic 一定是要吃的。尤其一旅行啊，我就会特别的不通畅。保健品这一块以后呢，我可以再细讲啊，毕竟这个可以专门展开讲一期，可以留言告诉我。OK， 除此之外呢，我还一定会带上我的 LED 面罩。那因为我每天都要照光嘛，我肯定是每天照的。其实我最近已经在用6合1了，我已经开始在准备测评了啊。但是我发现6合1它不是很好带，因为它这种立体的。反正我这次去就是3、4天还好，那我还是带我的4合1。一看即使出了6合1、4合1，也是有用武之地的，因为它很扁很平，就把它放到上面不占空间。然后因为我这次是要拍摄的，所以我会带着我的相机。那这个相机包真的是太可爱了，它的配色怎么这么好看，这么复古？它里面这个隔板也是可调节的，可以装相机镜头。我这次应该是带一个35的定焦和一个2476，那我所有的拍摄都已经满足了。这个小包真的是我非常推荐给有拍摄需求的小伙伴。虽然它很小，但是它的设计非常的合理，真的就是用它之前我都是用那个索尼那个相机包，不好看还很贵，然后里面设计也没有很合理。它这个隔层更多，然后 SD 卡呀、电池啊都有专门放的位置。它还有这个3脚架带儿，就是你可以外挂3脚架。然后我还必须想要说的是这个迷你健身包。如果你关注我的 IG 的话，你可能留意到了我最近经常背着它去健身啊。虽然很小，但是它特别好用。因为我从这个学期开始换了健身的时间，我的健身房就在我儿子学校旁边。但因为现在他的这个网球的训练变多了，我就是早上送完他之后再去健身。那我早上就是迷迷糊糊，我真的准备不了那么多东西了，就是我从我原来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勾眼的健身包，到我现在精简到这么一个小包，毕竟我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我要赶紧举完铁，我还要回家工作呢。这个健身包里面装一整套的运动服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也是防水隔层，就是你健身完了湿了吧唧的东西往里面扔也没关系的。但是放不了鞋子啊，我都是早上穿着跑鞋去，就省了再换了。然后侧面可以放我的耳机啊，这里可以挂钥匙，然后左边可以放一些运动的手套，然后最神的是它下面还可以挂瑜伽垫儿。哇，这个设计真的太好了，你可以把它挂在这里。如果你想把它作为一个旅行的随身包来用的话，这里呢也可以绑旅行毯啊，或者是绑一些购物袋啊什么的啊。这个小包绝对是我本期最爱，也是我近期的最爱，爱不释手。它的颜色和我的水壶也很配，好看还不贵，你拿到手里，它这个质感每一个细节我超级推荐。OK， 那最后我来分享一些装箱的小 tips， 因为装箱的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底层呢先放鞋子，在2个角落，因为鞋子呢它比较大比较占空，然后你的鞋底贴着这个箱子的内壁是最合理的，这个是你的基础层，最重也最稳定。那中层呢就铺这些压缩袋儿，去的时候尽量不要压缩，留一点弹性空间给回程的购物。那洗漱包呢就可以立着放在侧面，方便到酒店第一时间拿出来。真的洗漱包相信我一定要放在第一时间拿出来的地方，并且是一个你最后放进去的东西啊，尤其对于女生来讲。那相机包和小的健身包呢就可以放在中间，然后最上层放一些容易皱的衣服啊，临时要用的东西啊。那我的话我可能放这个我的面罩啊这些。OK 了，那我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专属的优惠码，我会把它放到评论区，包括以上我提到的很多你们看到的一些小东西，我都会把它按照出现的顺序去放。那如果你有什么打包秘诀呢，也欢迎分享在评论区，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然后我最后说一下我身上这件衣服吧，这件衣服是 Zara ZW Collection 的，就是 Zara 的高端线。然后我最近也准备做一期 Zara 高端线的分享。这个衣服是有个上身有个下身，真的很有高级感，就是我一穿上就觉得哇，不像是 Zara 的品质哦。大家可以蹲一期啊。我是伊利，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期见啦，拜拜。